罗马王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不要，求求你，我不要去借赌场，我不要去借赌场，不要。罗马王子。你快走，我可以的，你走。死者何敬之，35岁，生前是省农科院院刊的编辑，今天下午被发现死在昆虫研究所，也就是谭景坚他们单位。他们单位呢有一个废弃不用的教3楼3层的实验室，这个实验室原本是属于一个叫宋柏清教授的。这宋教授死之后呢，这个实验室就一直闲置着，没人用。从尸体报告来看，死者的脑部出现严重水肿，多脏器衰竭。结合死者被发现时面部紫干、大小便失禁等情况，以及现场死者有挣扎过的痕迹，基本上可以判定死者是属于中毒而亡。我们在死者的腹腔部分发现了一个注射孔，应该是注射或者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毒素。经检验，死者身体里的毒素和我们现场发现的注射器里的毒素是同一种，也和我跟景天同志推测的结果一致，是大头虎蜂蜂毒。这种蜂毒毒性相当大。这个注射器的剂量足以一针致命。哎，景天呢？啊，他说他去查点东西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接着说。从现场发现的注射器针头表面上的生物信息呢是死者的，针管上的指纹也是死者的，是自杀呀？要说是自杀吧，死者的死显得很没有仪式感，而且
自己的尸体还被胡峰搞得很狼狈，况且到现在也没有发现遗书之类的东西。那就是他杀。哎，尸体上有其他的注射孔吗？没有。要是我自己不愿意，另外一个人要在我的腹部注射毒药，那是有一定难度。而且，作案现场，他的门和窗都是反锁的，锁得好好的。死者的钥匙也在室内，室内也没有发现外人进入过的痕迹，所以……等会儿，你在现场不是说是密室杀人吗？怎么现在又站自杀了？我站哪边了？我是在客观分析。打哪儿指哪儿。滚！哎，张开，那你有什么意见？我倒觉得自杀、他杀都有可能了。我在现场试了一下那个门锁啊，他那个锁呢是必须要用钥匙才能锁上门的门锁，如果从里边先反锁上，那是根本就撞不上门的。所以如果是从里边锁的，那就是自杀；如果是从外边锁的，那就是他杀。这话都让你说了，你等我说完啊。死者那把钥匙呢还在屋里，另外一把钥匙在陈处长手里。所以如果是他杀，要么是死者的钥匙被人配过，要么是陈处长那把钥匙被人偷偷配过，或者干脆陈处长在撒谎。我说要你这么说，那就没边儿了啊！反正这就是我的设想。哎，死者身上有没有使用过致幻药品的痕迹啊？没有。不过要是用乙醚的话，这么长时间才发现尸体，乙醚也早就挥发掉了。不排除使用乙醚。对。刘志，钥匙上有指纹吗？没有，钥匙被液体浸泡过。那滩液体化验之后什么结果？就是蜂蜜和白醋的混合液，3:4的比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蜂蜜和白醋还3:4啊？那会不会是那种什么，这个网红的养生配方啊？啊，我看现在网上挺多的。也有可能是抹身上用的、减肥用的。我好像在健身房听女生好像说过。你俩这认知渠道和日常关注点全暴露了啊！是，死宅男。仙儿，死者的社会关系怎么样？3年前离了婚，一直独居，没有孩子。我们和派出所的兄弟初步走访了一下他的同事还有邻居，多数人反映他性格乖张、喜怒无常，很少与人交往，而且加上他的工作，这平时也不用坐班什么的，那么我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死了超过1天1夜的时间，也没有惊动什么人。现场有没有发现死者手机啊？没有，打也打不通。这样，刘志，明天申请一下搜查令，搜查一下家里边，还有单位办公室，包括座机、笔记本、台式机啊，看看社交软件之类的有没有谁跟他联系啊。明白。哎，你怎么在这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我来找经理有急事。什么急事啊？还有我不知道的急事？还真有，是关于她男朋友的事。她有男朋友？你们没见过吗？也在泰国？对啊，刚回国。是一个中国人，还帮我们破了几个案子。我好像听说过。不服吗？会让你服的，这是我的经验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我忘记带实验室钥匙了。我过来这里是找精灵取钥匙的，不过主要还是为了请他吃饭。那真是巧了，我也要请他吃饭，那一起吧，咱俩 AA， 不会占你便宜的。拆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很令人讨厌？
讨厌我的人有很多，但暂时还轮不到你。走吧。金良，你看啊，这个唐跟刘之间有矛盾，刘跟吉拉语之间有矛盾，吉拉语跟文人之间也有矛盾。矛盾性质不同，文人和吉拉语之间是杀女之仇，你死我活；刘和吉拉语之间顶多算是纠纷。你会因为租房子、养蚂蚁就杀人吗？大不了搬走就好了。好，那唐跟刘呢？他们之间矛盾的性质会是什么？会是你死我活吗？那就更不可能了。他们之间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，就算有再大的矛盾，也不至于你死我活吧？但是你的那位天已经怀疑唐了。啊？我也早就怀疑了，包括他的夫人李果姐。嗯。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？这不只是怀疑吗？仅仅是怀疑。不是，那唐教授和李果姐为什么要杀刘晓宇？没有在说他们杀了刘晓宇，是在怀疑他们杀了吉拉宇，再通过交换杀人的方式让温人杀了刘晓宇。那结果有什么区别吗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早就通缉他们了。景天也跟我说了，他查了刘晓宇在中国的体检报告，说他一点心理疾病都没有，但他在我们这里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心理问题呢？他跟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唉，那就请中国警察把你说的唐，还有他夫人抓起来审一下。开玩笑，凭什么？警察在中国不是说抓人就抓人的，要讲证据。而且这个唐在中国当地很有影响力，给当地带来了一个大项目，也不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来审，连个证据都没有，审了也是白审。那我们就找证据，申请搜查令，搜一搜他们在这里的住处，看看能找到什么。还真是个办法。嗯，万一呢？那万一搜不到呢？那万一搜到了呢2点之间直线是最短的。你真聪明，马里奥。来，给你加个鸡腿，吃吧。谢谢，我不吃假鸡。挑嘴。哦，好，明白了。哎，对了，师兄的电脑还在瓦莱里洛手里，所以你让他查一下，看看师兄电脑有没有用过插件登录暗网的痕迹。哦，我都跟刘志说了。好，那我们随时联系，拜拜。何敬之的前夫叫周浩，原来是一家跨国农药公司的中国区老总，现在是咱们山江市新成立的佳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哦，对了，和景天一起回来那个唐大德教授，就是这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。唐大德、何敬之、周浩，这3个人都是那个宋教授的研究生。不对，哎，景天，我知道那个3比4的液体是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些液体和在这些液体中发现的房门钥匙，说明这起案子不是自杀，而是一起典型的密室杀人。那要这么着吧，唐那里有什么收获，我就继续联系你。嗯，好，随时联系。嗯，好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对了，马里奥，我记得你家跟我家好像也顺路，对吧？要不你送完精灵，再辛苦送下我。啊？我跟你什么时候顺路过？想顺路一下还不简单吗？走吧。走。干嘛？这是。
每年的6月到12月份，对于养蜂人来说，最大的麻烦就是胡蜂，因为他们会骚扰蜂群，甚至吃掉生产蜂蜜的蜜蜂。长久以来呢，为了对付胡蜂，养蜂人想过很多的好办法。因为胡蜂嗜甜，所以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蜂蜜与白醋按照3:4的比例进行调制，制作诱饵，然后放到专门的诱捕设备中来捕杀胡蜂。我没明白，这和本案有啥关系啊？考虑到呢是在现场的地面上这个液体中发现的钥匙，所以我认为凶手很有可能是在毒杀何敬之之后，将事先准备好的这些液体放到地面上，然后再用何敬之的钥匙将门从外面锁上，以这些液体作为诱饵，让贪嘴的胡蜂将钥匙带到室内，从而完成了这一起密室杀人。胡蜂怎么带钥匙啊？用翅膀驮着？这个不难，用水溶线拴上，到达液体之后，水溶线就化了。胡蜂能带得动钥匙啊？这也没什么稀奇的，蚂蚁也可以搬动比自身重很多倍的物体啊。那胡蜂是怎么进去的？门窗不都锁着呢？你不是也说了，实验室地面的门缝少说也有2公分，我觉得足够了。景天，悬了点吧？那凶手不会是小龙女吧？啊，会使唤胡蜂，古墓派的。我别拿了，你闹了。我一猜你们就不会相信，很简单，明天去现场，我用胡蜂给大家做演示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要制造密室的话，用1只或者几只胡蜂应该就够了吧？那现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胡蜂？难道就是为了吃掉死者的眼睛？这个我暂时也没想明白。这样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咱们呢，先按照景天的推测走，明天开始分头的走访排查。先把死者的社会关系呢整理一下，还有排查一下胡蜂的可能来源啊。动机重点在于动机。行，那咱散了吧啊。哎，你们几个今天晚上谁陪景天啊？那我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好得很。哎，别，这么踊跃，你一起吧。好，走。这么客气？必须的。精灵，我送你进去吧。不用，马上到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听到了吧？人家让你别送，你就别送了吧。经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
要不然会吓飞虎峰的。神啊！怎么样？我这人设是保住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是典型的密室杀人。打哪知哪。这快！通知刘志啊，按照凶杀案立案，咱们得按照原计划分头行动啊。是。景天。你应该高兴，仇人死了，你也被放了，恭喜你又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高兴。如果你的姐姐自杀了，妈妈因此郁郁而终的话，你会高兴吗？对了，你能帮我把这个给王本义吗？这是什么？色盲矫正眼镜。你可以自己当面给他。不麻烦了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就帮我代劳一下，可以吗？没有摄像头，也没有发报机。啊。大约以后不用再见了。你们还在怀疑我？如果是我杀的他，那我为什么要报案？为什么还要告诉你们他之前被蜜蜂蛰过一次？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他的死就是一次普通的意外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本来以为是条捷径，现在成了最漫长的路了。挨打就要立正，自己选的路，跪着要走。哎，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？
了，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谢谢。带上。快点，快点！这是孔雪托我给你带过来的。我想，他应该是想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原本的颜色，感受这个世界的温度。好好改造。你们都给我听好，每个人都要尽力去破这一桩案，包括前一桩案子。哎，阿鹏，我之前让你去办的那件事情，你到底办？警长，金玲来了。金莲，过来一下。都去忙吧。是啊。坐。你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？
针孔摄影机，在唐教授那发现的。对。据我了解，很多昆虫学家在野采的时候都会用到这种机器。这种机器可以直接探到昆虫所栖息的树洞里、岩洞里，还有土窝里去拍摄它们的生活状态，对昆虫学家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唐教授有这种东西很正常。我完全认同。但你再看看这个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针孔摄像头的检验报告，我们在上面看到了马里科帕须臾的生物成分。那有可能是唐教授之前拍过马里科帕须臾的巢穴。他是在哪拍啊？他去美国南部拍，还是去墨西哥地区啊？他可以去小雨师兄的培养箱里拍啊，他也可以其他地方拍啊。OK。那我们也听了景天的建议。 我们拿刘小雨的电脑去做检查，包括他的笔记本、他在家里的台式机、单位上的台式机，都没有用插件上过暗网的痕迹。他可以在别的电脑上上呀，他也可以去网吧呀，电脑到处都是，不是吗？你怎么了，今天？这些都是间接证据，证明不了什么的。 我知道，但虽然这些是间接证据，但重点是，我跟德都已经相信刘小雨她是无辜的，我们也相信当初景天的判断了，对吗？德，你跟精灵道个歉，真的有这么难吗？ 不难啊，那还不赶紧呢？对不起。德他也知道他自己错了，他也希望景天回来的时候，他可以亲口跟他道歉。对了。 小雨师兄今天火化了，他的父母委托景天向你们转达，他们已经知道了问人的遭遇，所以不准备向他提出民事赔偿了。真是伟大的中国人，我会替他们转告给问人的。我们也一定会抓住真正的凶手，还给刘小雨一个清白的。何敬之死了。 对，他什么时候死的？大前天夜里，在一个废弃的实验室里，被注射蜂毒而死。就是宋教授，您的导师经常用的那个实验室。他跑那儿干嘛去了呀？我给周浩打电话。不用打了，他也不见了。周浩不见了？对，不可能，我们昨天还联系着呢。我们说不见了，那他就一定是不见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你刚才说他是被注射蜂毒而死，就是被杀？对，他杀。那谁会想杀他呢？你们确定他不是自杀吗？经过景天的演示，我们基本确定。景天的演示？景天还是个学生呢。 1年前，他就是我们支队的昆虫学专家顾问了。啊，是这样啊。我们这次来呢，是想了解一下，你们2位在大前天夜里的8点到10点之间，在哪儿，在忙什么？有什么人可以旁证吗？你们是在怀疑我们俩吗？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误会。我们是了解了一下这个何敬之的行动轨迹。 相对而言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跟你们接触是最多的，当然还有周浩。这是你们的工作，我们能够理解。谢谢。但说来也巧，大前天的8点到10点，周浩和我在一起呢。我们在商量工作，但现在周浩联系不上，这个我也
没事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只要有人能见到你们在一起就行。我们两个大前天是去了桃花江对面的鹅岭，但我真想不起来谁能跟我们证明。你们俩去那儿干嘛？嗨，男人的矫情呗。我们俩为这一天共同奋斗了很长时间，现在终于梦想实现了，就想着两个人在一块儿庆贺一下。哎，在那段期间，如果有交通监控视频，应该能够证明吧？啊，我们会查了。挺有情调，站在这个城市最高端啊，俯瞰整个城市。哎，你们带香槟了吧？带了呀。啊？哦，我们只是象征性的碰了一下杯，没有喝酒。啊，好。那您呢？哦，他回娘家了。咱们最后还是请本人回答吧。是，我是回娘家了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叔叔家。我上次回国是2年前了，所以我这次回去看看他们。到底是娘家还是叔叔家？都对。李果从小父母走得早，是在叔叔家长大的。那叔叔家在本市吗？不在，在清县，开车单程不到2个小时。几点去几点回的呢？我记得好像是不到下午5点到的，然后待到11点往回走。自己开的车？对。8点的时候，我还跟叔叔阿姨视频来着呢。哦，对，我吃饭的时候我还给大德发了我跟叔叔阿姨的合影呢。留个证据介意吗？你随意。好，谢谢啊。我们不妨一起再捋一下。刘小雨在国内好好的，结果一到这边，不是改专业，就是有了严重的心理疾病，然后又费尽心机的藏着论文手稿，直到他最后丢了性命。这一系列的遭遇是为什么？再看他的死，就像景天说的那样，刘小雨他费那么大的心思藏着论文手稿，心里装着那么多的秘密，他首先不会干性自杀，而且景天也确认过了，他没有买任何保险。对，而且就算是自杀的话，也有很多方法。为什么要搞这种交换杀人的名堂呢？万一对方放了他鸽子，他一下子就成了杀人犯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了，一下子变那么聪明了。我只是相信我看到的。OK。那么，如果刘小雨他不是自杀的话，那么是谁在精心设计这起交换杀人呢？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谁能让他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，并且穿着黑西装，拿着白菊花。那天我们本来是要一起搞一个追思宋教授的仪式的，所以我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。手拿白菊花是一种礼节，这也很好解释。至于那天吃饭的时间和地点，是景天告诉我的，所以天肯定是知道的。除了你，除了天，除了刘，那就只有唐教授和李国杰了。他们俩回国的时候，我跟德去找过他们。李果他说他能证明唐大德和他在头一天晚上，景天离开的时候，他们俩就睡觉了，而且他们还说他们是手拉着手睡的。这种证明完全无法采用啊！当然呀，但是以当时我们掌握的情况，我们无法不让他们回国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当时确实是想不通，唐和李果他们为什么要杀吉拉雨？那既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如果他们想要杀的是刘小雨，那动机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刘小雨呢？就像你说的，一个导师和学生，他们会有多大的仇恨呢？是啊，唐大德现在是个大人物，拿到了几个亿的大项目，金钱、地位，他都有了。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杀人呢？
就算杀人，应该是刘小雨杀他才合理吧？是啊，除非不杀人，这一切就都没有了。bingo。那根据你们了解，何敬之和周浩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敬之之前一直追求大德，周浩呢又一直追求敬之。我们师兄妹的这些关系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哎，后来我跟大德走到了一起，没到半年，敬之就跟周浩结婚了。不过也是没到半年，他俩又离婚了。按说作为准师妹，我应该关心一下他们的问题，但我们这种人物关系，无论是我还是大德，就都不好过问了。这事儿我问过周浩，但他总是支支吾吾的。再问他，他就说性格不合，我就没法再问了呀。何敬之性格怎么样？敬之这个人吧，年轻的时候比较任性，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刻薄，甚至有点乖张。我想可能跟他后来事业上和婚姻上面的不如意有关系吧。所以刚才你们说敬之出事儿了，我第一时间就认为他是自杀，但你们又说景天给你们也……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行，继续。我和你洛哥哥在一起呢。谁？你洛哥哥呀，瓦拉里洛呀。别闹，我跟唐教授还有李果姐在一起呢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瓦拉里洛建议在泰国这边通缉唐大德和李果，这样就可以以两国联合办案的方式，请求山江警方协助调查了。这样啊？你让我再想一想吧。今天，我们这边掌握的都是一些间接证据，所以……我明白，但是……我还有一个灵魂拷问啊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唐教授他们为什么要杀师兄？你有认真考虑过吗？怎么样？景天怎么说？他应该还是有很多顾虑，毕竟唐教授是他的老师，而且唐教授那个项目确实牵涉的也比较大。这种情况估计在泰国也差不多吧。那就得等景天了。对了，苏潘那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？这不是在等你们那边突破吗？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呀。我们法医昆虫学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确定死亡时间，死亡时间我们已经告诉你了呀。是，我知道，但我们现在是在怀疑这个苏潘是不是有一个男朋友啊？但现在死活都找不到，我现在都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男朋友了。很可能有。为什么？我刚才看到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很奇怪。这里，你觉得呢？为什么奇怪？这里好像一只脚，一只大脚。德，在。这张照片，你那边有扫描版吗？电脑里有，找出来。好的。走。好了。放大，再放大一点。对，就是这儿。真的是一只脚，还是一只大脚？给我打印一份，我回去和苏潘的尸体比对一下。不用比对吧？这么大的一只脚，肯定是男人的脚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只脚
好像只有4个脚趾。行了，唐教授，您就别送了啊，耽误了您半天时间，挺不好意思的。没事儿，应该的啊。等之后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联系我们，我们都会配合的。那咱们的发布会和仪式还能搞吗？该搞搞，该办办，别耽误你们正事儿。景天，你去哪儿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泰国那边给我打了电话，他们说师兄的死不是意外，不是意外。景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具体的没多说，就是说了一嘴，具体情况需要再等一等。那景天，你是先跟我们回去，还要再跟唐教授他们再聊聊？我先跟你们回去吧。这到底是怎么会这样？教授，李国姐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有消息的话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同步给你们。好的。如果师兄不去买什么白菊花，我们那天一起出发，也许他就不会出事儿了吧。狗狗，你好好开车啊。哎，卢队，现在还是没找到周浩，手机无法定位，几个住宅都没有人。所有的亲戚、朋友、员工，我们都问了遍，都说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啊，不过他名下有一辆车不见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找到。你找不到接着找啊！别废话了，赶紧找。哎，是，继续找。这个狗日！哟，你敢骂卢队？快，好好开车！大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到处找你，电话也不接，怎么了？我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支撑不住了。是啊，这段时间是怎么了？在泰国小雨死了，回国之后静之又死了，是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德，我们不开这狗屁发布会了，行吗？我们把公司股份还给周浩，我们不干了，行吗？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，回泰国开开心心教书，好吗？这2天我的心里像有块大石头一样压着我，我喘不过气来。我
不理解。不过，幸亏有你在，真的。哎呀，哭出来我好多了。不过，你去把陈处长他们请进来吧，咱们赶紧把明天的流程再对一遍。那我们还接着搞吗？啊，必须搞啊！咱们盼这一天，盼了多少年了，果果。宋教授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巨大的心血，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！终于搞成了，咱们果果。咱们不仅要搞，咱们要轰轰烈烈的搞，大张旗鼓的找，轰轰烈烈、兴高采烈的搞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果果，就算不为我们，为了宋教授，我们也要搞，好吗？那要不要再等等周浩？一直联系不上他，咱别纠结了，正常进行吧。明天他能赶回来更好，赶不回来也没办法。果果，咱们有这么多嘉宾，一个一个去协调时间太麻烦了，影响也不好，你说呢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搞。我去叫陈处长他们。果果，果果，咱们再坚持一下。过了这段时间，我陪你好好去玩几天。这个心愿一了，咱们也该考虑考虑要孩子的事情了。现在咱们的条件好了。争取一口气多生几个孩子，好不好？等忙完这阵再说吧，我去叫他们。李月，别紧张。今天找你来不是关于蜜蜂的事，是想请你帮个忙。请我帮忙啊？我能帮什么忙啊？哎，你就说你帮还是不帮吧？帮，说话了肯定得帮啊。能不帮吗？那还那么多废话。天儿，问吧。听说你在佳能公司任职？对，但是肯定被开除了。唐大德是你们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是吗？是，这个人很厉害。听说你们公司即将投产的新型农药也很厉害。这么和你们说吧，这个产品一旦投入使用，将轰动整个行业，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将是革命性的。通过插入外源基因增强病毒毒力，进行冠状病毒重组。通过这种重组方法制作出来的新型杀虫剂，可以在零翅目之间快速复制，而且还不会伤害哺乳动物，既安全又有效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机密啊！忘了跟你介绍了，我兄弟，昆研所毒理昆虫学专业研究生，博士。还不是呢？马上了。那你就直接说是同行呗。啊，这类似。也不对啊，
那就算是同行，你也不能知道这么清楚和详细吧？这个现在可是我们昆虫细胞工程学的尖端结晶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一旦你们这种产品投入使用，灵翅目很快就会灭绝？是。可是，重要吗？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不重要，但对有些人来说，包括我，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更重要。张凯哥。至于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你看看这个吧。我去。是通过车牌提取、图像预处理、特征提取、车牌字符识别等一系列操作，我们可以在海量的车牌当中呢，发现我们的目标车辆。这么说吧，只要是有车牌，就算它飞到天上，我们也能把它找出来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最后一次见到这辆车是在前天晚上9点40分。这辆车从宋家庄的天鹅堡洗浴中心出来，进入正一路，一路向北上环城高速，然后从王家渡出口出来。但是从王家渡出去之后，这辆车就失踪了。啊？那边范围太大了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排查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是山路，监控镜头还没有安装到位。啊，理解啊，兄弟们辛苦了啊，那我们先撤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不妨先排查一下鹅岭一带的交通监控。那边有点荒啊，不过我们试试看吧。哎，行，拜托二位了啊。那我送你们啊，不用麻烦了，兄弟们辛苦了，那我们先撤了，有空一起吃饭。好，走了啊。只要有车牌，就算开到天上，我都能给你找出来。这刚下了高速就不见了，时间没拆好。国产农药919号专利的诞生，凝聚着唐大德教授以及我昆研所所有科研人员的心血。它是我们省昆研所、省农科院的一件大事，是中国昆虫学界乃至国际昆虫学界的一件大事，更是我国生物科技领域、农业种植领域的一件大事。下面有请我省著名青年科学家、昆研所教授、泰国国立农业大学客座教授、佳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唐大德先生致辞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919专利成果发布的日子，更是我的恩师宋柏清教授雕像揭幕、宋柏清昆虫研究基金会成立的日子。宋柏清教授一生致力于灵翅目的研究，作为导师，他用渊博的学识哺育了我，用严谨负责的科学精神影响了我，
用坚韧不拔的治学态度鼓励了我。作为师长，作为朋友，他的仁爱、宽厚，温暖了我，也在危机关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。他是我心中的灯塔，我心中的英雄。希望致力于昆虫学研究的学子们，跟我一起接过宋柏清教授手中的薪火，我们在鳞翅目领域、昆虫学领域深耕细作，砥砺前行。谢谢。下面有请世贸处会副会长李海祥先生、著名昆虫学家刘长平先生、农科院副院长魏光宇先生和唐大德教授一起为雕像揭幕。请揭幕。哎，等一下，